比特币的行情还会进一步下跌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比特币它又来测试我们前期测试过不少次的底部了。我们在前面呢，大概在$92,000左右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互换的角色。像我们前期有遇到阻力，那我们突破之后呢，我们就扮演了很重要支撑的角色。而且我们在这个支撑上我们触碰了很多次，它的效果都是不错的。那我们现在又来触碰到这样的价位了，我们这次还撑不撑得住呢？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这波回调的过程我们从11月底一直到现在，其实也已经走了1个月多一点左右。那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其实尤其是最近你可以发现我们量能下降的这个幅度是很大的。那我们量能下降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下一波的行情要来了。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呢，如果跌破了92000，并且我们的量能放大了，那我们就非常非常有机会呢，来测试到我们比较低的价位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谈到的85000、86000左右。那当然这是比较不好的状况如果对于行情后市是比较好的走法对于多头是比较好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继续在92000的上方呢，它持续的缩量的进行震荡，然后一直震荡到1月的上旬、中旬，然后我们再往上进行突破，才会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这种调整浪形目前我们已经要进入到了调整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第3波的这个走势。那我们这个第3波呢，它其实走横的是可以的这个是比较强势的走法那这也是最好的不过我们要走横呢，我们就不可以出现这种放量的阴线。那如果我们下破92000的时候我们出现了放量的阴线的话，那我们就非常有可能真的就到达比较低的价位比如说85000、86000左右。那这也会对行情呢产生更大的风险如果我们从小一点的级别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目前在92000左右确实是测试了很多次。那我们测试的这个频率其实也是蛮大的我们才在很短的时间也就是1个礼拜就来测试了3-4次。如果说我们碰到支撑的时候它的这个反应是比较小的它所获得的反弹并不大，那其实就蛮危险的那如果说我们灌破92000的话，那这个风险会增加的非常迅速，很有可能就会来到我们这段调整的底线就在85000左右不过都还有一小段。那我们目前走的这种调整呢至少以这个小小的区间来看它是稍微比较弱势一点的，稍微偏的弱势一点那以太坊可就不一样以太坊的话呢，当然总体上跟比特币还是差不了太多，但是我们目前以太坊在相同级别下4小时级别我们走的调整就是三角形的调整我们之前有谈过，调整有非常多种不同的走法比如说有锯齿形有联合形有这个平台形有三角形的，有非常多种走法那以太坊走的就是这种三角形的走法，那比特币呢，很有可能走的就是一个锯齿形的这种走法。那以太坊的这种三角形的走法，它是比比特币要来的稍微强势一点点的，因为你可以看到比特币的这个底部它不断的被触摸到，但以太坊呢是还没有，它至少这个底部在抬高的那我们通常呢，即使走势要变强它也是慢慢变强而且它是由小级别先开始的那很有可能这个以太坊的强势就在大家不知不觉当中就会慢慢开启了。你也可以发现以太坊它其实离前面我们第一次回调的低点3100呢，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可是比特币居然是已经碰到了。好，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我们今天的实体活动呢，举办的非常顺利今天真的是我认为非常感动然后大家也有获得很有价值的内容我也认为我把大家招待的算不错那如果你对交易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 KYC 入金$100，就送你$20的现金这个现金你可以直接提币走所以完全算是零撸因为你入金拿到$20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全部的钱直接提走是没问题的。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些数据好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数据过往我们在看一些技术比如说
我们在观察永续合约的时候，尤其是 U 本位那其实币安是最值得我们做注意的，因为它的持仓量呢，交易量是最大的。那我们在看资金费率的时候其实币安的 U 本位在看 U 本位合约，币安的 U 本位也绝对会是参考价值最大的。那 B 本位的话呢，其实币安的持仓量还没有 Bybit 来的更大所以这就是会出现不同并不是币安是最大的交易所，在所有的交易标的上面呢，它都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我们要去看在不同的交易标的下面呢，如果你去注意到不同数据的话，我们最好是去看持仓量交易量最大的那个，那才会比较有代表性那有人可能会去看一些比如说 Bitfinex 的数据我认为它的代表性真的就不是很充足毕竟 Bitfinex 在目前的交易所排行里面它基本上已经是一个2、3流的交易所了，而且呢，在币安上面你用 U 在做现货交易的时候呢，币安也是有绝对的统治力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过去在买一些山寨币的时候呢，我基本上用的也都是币安那我们在看这些以 U 去交易为主的这些交易对呢，我主要看的也是币安那最近币安它的 USDT 储备获得了非常巨额的提升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往的牛市行情呢 ，USDT 它确实是在不断的铸造不过都没有非常巨额完全是不同级别的这种流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最近的行情呢，我们的行情上涨的并不会到太多也就是我们在震荡的这段时间可是却有巨额的 USDT 被冲往币安那就导致币安 USDT 的储备多了很多那币安如果有很多 U， 那以 U 作为交易对的这些交易标的也就是以 U 去做交易的那它的数据它的图表才会更有参考价值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数据吧。下一个数据呢，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也就是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面大家讨论的热度。这个社群媒体呢，它取了非常多的App， 比如说在美国比较流行的像 Twitter， 现在叫做 X， 然后还有他们的非常多的社群媒体，或许在我们华语呢是比较少但是他们采纳的这些社群媒体就是现在在西方比较主流的这些媒体他们讨论这些币种的热度呢的变化，我们可以看一下K 线很明显就是比特币的行情，那它采样了几个币种比如说比特币这个绿色就是比特币的热度那黄色就是以太坊的热度，蓝色是 Solana 的热度，红色是瑞波币的热度。你可以发现，随着我们这段行情的上涨这些币种的热度呢都有被抬升起来尤其是瑞波币，你可以看到在中间上涨的这个中段的时候呢，瑞波币的热度非常大那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的热度呢也都有起来不过到了我们最近呢，在社群媒体上面讨论这些主流币种的热度有很显著的下降甚至是有出现一些 FUD 也就是一些恐慌不确定性一些怀疑等等的对这些币种那通常呢，在很多人对一些交易标的产生这种情绪性的决定，或者说有情绪性的这种认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的价格它才会脱离在这个位置它应该有的价格。那这个时候就会是我们可以去选择很好入手的时候了，很好入手的这个时机点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和这些迷因币它们的比较。其实像我们在面临回调调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比特币它会展现它价值的地方了。很明显K 线就是比特币的行情。那随着行情慢慢的回调下跌紫色线也就是迷因币的热度就是疯狂的下降那通常我们面临风险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些迷因币或者说市值中小型的山寨币呢，它面临的回调会是最深的。那比特币的价值其实就会在这个时候显现因为它一定会是在下跌的过程里面最抗跌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我愿意去牺牲一些非常夸张的涨幅我依然会在我的持仓里面呢配置很高比例的比特币的原因。因为当我们在注意到收益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同时注意到风险
因为这两者它一定是相宜的。尤其比特币在上涨的过程呢，它的涨幅很有可能呢也是不逊色于这些山寨币的。当然，我们看的是整轮牛市那就可见这个比特币它为什么可以被炒到现在的市值还有为什么它一枚呢可以值10万美金呢？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